外交部宣布，5月18号到19号，中国将迎来今年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陕西西安主持中国中亚峰会。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中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10年来与中国一同创造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中国中亚峰会将如何助力“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6国元首又将如何擘画中国中亚关系新蓝图？来看看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号宣布，中国中亚峰会将于5月18至19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峰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将应邀与会。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5国总统将于5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重点关注了将于5月18日至19日举办的中国中亚峰会。我注意到发言人汪文斌重点强调了2个首字。第一个首字体现在这将是今年首场的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同时也是继31年以来6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的峰会。这在中国同中亚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发表重要讲话，各国元首将回顾中国中亚关系发展历程，就中国中亚机制建设、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各国元首还将共同签署重要政治文件。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此次峰会将擘画中国中亚关系新蓝图，开启双方合作新时代。 在出席峰会之际，中亚5国元首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汪文斌表示，中方正同各方精心准备，确保5国元首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中方愿同中亚国家一道，以上述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彼此关系再上新台阶，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贡献。近年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高层交往频繁。 2022年，习近平主席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体现了对中亚地区的高度重视。今年年初，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2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中土命运共同体，共同见证签署有关“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这标志着中国同中亚5国实现3个全覆盖，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覆盖。 在今年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秦刚曾提到，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力办好首次中国中亚峰会和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大主场外交，不断展现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我们将以伙伴关系为依托，促进大国关系协调和良性互动，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中亚国家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原则发展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国际协作走深走实，成为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去年1月，中国和中亚5国举办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6国元首共同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同中亚合作机制应运而生。今年4月，中国中亚外长第4次会晤在陕西西安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与中亚5国外长一同研究和协调了即将召开的峰会筹备工作。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选择西安作为峰会的举办地，不仅因为13朝古都西安是世界了解中国5000年历史的重要窗口，更在于它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绵延伸展7000公里的古丝绸之路，成为了连接亚欧非3大陆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纽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0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开花结果，为地区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2022年，中国同中亚5国双边贸易额约702亿美元，比建交时增长了约100倍。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西安至中亚国家等17条干线通道，长安号中亚5国开行量已达到4250列，运输货物覆盖汽车、粮食、日用百货、非遗文创等不同种类。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截至去年6月已累计对华输气超过4000亿立方米。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2022年成功建成，打开了中亚国家通向太平洋的大门。上月举行的中国中亚外长会晤发表的新闻公报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将成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内容。互联互通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的优先方向，将全面落实关于深化中国中亚互联互通合作的倡议，打造公路、铁路、航空、口岸等为一体的立体化综合性互联互通网络，为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未来，我们知道中亚国家逐渐把绿色、可持续发展，还有特别是这种技术数字这方面的需求已经都写在自己的国家战略里面，而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在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技术方面的优势，所以这样的一种需求和供给的互补，其实会非常有力的推动未来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各个领域的合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正式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在西安主持召开中国中亚峰会，您对此有何前瞻？那么，正如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所着力强调的，这是今年中国举办的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那么，西安峰会值得特别期待。上月底，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已经在西安主持了中国与中亚外长的第4次会晤。可以说，为下周峰会的成功举行，参与各方，尤其是东道主，已经做好了高质量而且是非常充分的前期准备。秦刚当时就曾经向媒体介绍，第4次外长会晤达成了5大坚持的共识。那这其中第1条坚持就是要坚持睦邻友好，来齐心协力办好西安峰会。那么各方呢将会共同努力，举办一场精彩的盛会，向世界展现中国中亚合作的高水平，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迈入新时代。同样要强调秦刚介绍的5大坚持公示的第3项，那么就是要坚持互利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众所周知，这5个国家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呢，中国元首首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就是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说时正式发起的。那么这也可以视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的起点。那我们也知道，今年中国将会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那么下周呢，出席西安峰会的中亚5国元首也将会大概率再度来华参会。那么就此而言呢，第3届“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作为中国今年举办的又一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同样是值得高度期待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发起、各方共建、世界共享的优质公共产品，秦刚曾经在两会记者会上就特别强调，在合作中我们有商有量，在交往中我们重情重义。对于其他国家提出的倡议，只要不以意识形态来划线，我们都欢迎；只要不夹带地缘政治的私货，我们都乐见其成。那么这样说起来呢，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峰会，还是迎来10周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都是值得高度期待的。好的，也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5月8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秦刚指出，去年元首会后，美方系列错误言行破坏了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出现意外。但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拜登计划在5月19号到21号的7国集团领导人广岛峰会前后签署一项行政令，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投资。美国一面积极释放与华对话信号，一面继续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将令中美关系走向何方？美国知名人士对中美关系有何看法？来看看报道。
据外交部官网消息，秦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主要谈及中美关系等话题。秦刚说，中美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对世界都有重大意义。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成功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但此后，美方一系列错误言行，破坏了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双方商定的对话与合作议程受到干扰，两国关系再遇寒冰。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这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基本的共识，也是国与国，特别是两个大国相处必须要守住的底线。中方要坚持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在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记者提问，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上午会见美国大使伯恩斯时所说的美方系列错误言行，具体是哪些错误言行？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应当端正对华认知，回归理性，扣好中美关系的第一粒纽扣。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要坚持以冷静、专业、务实态度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意外偶发事件，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冲击。要在相互尊重、对等互惠的基础上推进对话合作。希望伯恩斯大使在中国多接触、多交流、多思考，做中美间的纽带桥梁，做出建设性的努力。深圳卫视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伯恩斯频繁释放恢复中美对话的信号。5月2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通过视频连线出席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表示，中美关系仍是复杂且充满竞争性的，但美国从未打算冰冻中美关系，已经准备好与中国举行高层会谈，并希望能在这一问题上与中方达成共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伯恩斯的发言是迄今为止拜登政府对华释放出的最明确的信号，显示出白宫对恢复中美对话的渴望。And I can just tell you, our view is we need better channel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deeper channels, and we are ready to talk. And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o that, of course, when you've got big problems and when you have major disagree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就在驻华大使积极对华示好之时，彭博社却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拜登计划在5月19号到21号的7国集团领导人日本广岛峰会前后签署一项行政令，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技术领域可能面临全面投资禁令。美文认为，此举将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The move has been put afoot to get these investment curbs and this executive order going. Maybe not a decoupling, full-blown decoupling, but definitely a further evidence of a bifurcation. 我觉得呢，这是美国政策这个一贯的，而且就是所谓的这个小院高墙，从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包括之前美国的芯片法案，然后呢，包括去年，这个美国商务部就是又开始修订它的这个出口管制条例。那我觉得这些一系列的这个举动呢，都是在这个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那么美国所采取的这个政策，那么主要就是对中国这个高科技，特别是像芯片、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量子通讯这些技术呢，要进行这个限制。不过，有分析认为，考虑到美资过去对中国 AI、芯片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投资规模不大，尤其是在过去几年，美资已有回避对华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趋势，即使措施落地，对中国相关产业实质影响也不大。去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并强推所谓的护栏条款，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同年10月7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公布了对于中国出口方面的管制措施，针对中国芯片业打压再次升级。
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与日本的 AI 与超级电脑晶片业者，如果使用美国公司的技术、软体与设备，或者向美国出口，也将受到该禁令的钳制。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对此并不乐见。不久前，美国半导体协会总裁兼执行长纽佛再次公开喊话称：“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我们离不开这个市场。”从这个经济上来讲吧，过去这个22年通过了这个修订了这个出口管制法案以后，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我们对芯片的这个进口，那么已经就是明显的这个下降，那么下降大概就是有4%这样的这个水平。如果你要从这个美国这个对华出口的这个角度，特别是这个高技术出口的角度，这样的话呢，它下降就会更明显。那么第二个直接的反应呢，我觉得就会影响的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也会影响的就是对世界这个高技术产业链和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稳定。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周一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强调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防止出现意外。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我注意到，对这一次会见呢，国际媒体都是相当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国彭博社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电稿。按说呢，一国外长会见驻在国的大使属于常态行为，但是呢，鉴于中美关系作为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分量，加上当前两国关系全面紧绷的这种真实的现状，用秦刚今天见伯恩斯的表态，那就是再遇寒冰。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场会面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就特别强调 ，China's new foreign minister meets U.S. envoy for first time， 这是中国新外长首次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当然了，我对出现在标题中的这个“新”字是有保留意见的。以今时今日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强度与密度，强调这个“新”字实在是不合时宜，也不着调。你看，今天秦刚又飞赴欧洲连访3国了，那么大国外长着实够拼。那么同样可做对照的一个背景就是，秦刚是在出使美国期间获拔擢大国外长的。那么在他离美返国旅行之际，美国 Politico 新闻网站就曾经刊出长篇文章，指秦刚就任驻美大使期间，国务卿布林肯并没有和他会面，美媒就认定说这构成白宫外交团队的一个重大误判。秦刚今天见伯恩斯，他呢讲得很直白，也讲了不少重话。那么秦刚口中的寒冰，代表着中国高层对中美关系真实现状的一个态势判断。所以秦刚呼吁，当务之急是要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的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他称之为中美关系的共识与底线。那么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强调，因为在遇寒冰的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下呢仍然是不稳定，并且在持续下滑的。甚至类似气球事件这样的非常意外也都已经发生了，并且持续在给中美关系带来各种挑战与风险。同样要强调，这种挑战与风险不仅中美两国要面对，外部世界同样要面对。大国外长实际上也早就对此做出了极简也是极有力的一个回答。他在卸任驻美大使返国旅行之际，曾经投书《华盛顿邮报》，文章标题可以说令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那么，中美关系能打破寒冰吗？又该如何破冰呢？从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会见通报来看，秦刚实际上讲得非常全面透彻，而且是具体了。那么涵盖了对华认知、关系实践、底线红线、突发应对等等各个层面，可谓是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清晰有力的破冰路线图。秦刚就再次重申，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时中方对此做出了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秦刚呢，他也特别谈到，不能够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很大程度上，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既要沟通又搞打压遏制的这种两面人的典型做派，正是中美关系状况不断、持续承压的一个
根源所在，也是痛点所在。举个眼前的例子，近来美方高官从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到气候特使克里等等，他们都在强调访华的意愿。今天呢，伯恩斯在与秦刚会见之后，也发推声称，我们讨论了美中关系的挑战以及稳定关系，并且扩大高级别沟通的必要性。所以彭博社今天报道会见呢，还特别在报道的导语中强调说，这是几周来全球2大经济体之间最高级别的会晤，显示呢，在断然回绝，也就是所谓 rebuffing 拜登政府多次的沟通请求之后，北京可能会同意进行中美之间更多高级别的对话。但是美国如果不能重视中美双边关系的痛点所在，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问题上不切实纠正，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做派，那么中美实现乃至保持高级别沟通对话的这个基础是很难存在的。中美要打破关系寒冰，同样也是很难指望。从现在的态势发展来看，中美关系要真正破冰，可谓是压力山大。而且呢，美方现在还在持续的在制冰。最新的一个观察窗口呢，无疑就是月内将会在日本召开的 G7 峰会。现在呢，美媒已经在放风造势了，拜登将会在参会之际有意裹挟更多的盟国伙伴对华搞所谓的 AI 技术围堵。那么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美方会不会继续推动甚至怂恿G7成员国来炒作乃至是干涉台海议程呢？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一架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在轨飞行276天后，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究竟是怎样的神器？距离首次试验仅过去3年不到的时间，有了哪些重要突破？而自少事大的通稿消息传递出哪些信息？来看看报道。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在轨飞行276天后，于5月8号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此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后续可以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2020年9月4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成功发射可以重复使用航天器，在轨飞行2天后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这说明在实验内容上有了重大的变化。上一次实验呢，据推测可能更多的是检测飞行器的发射过程的稳定性以及回收的可靠性，应该说验证的内容比较少。而这一次呢，长达270天以上的运行，足以说明呢，应该有复杂的实验内容，很可能搭载了更多的实验载荷，同时对航天器在轨道长期运行的这种可靠性以及在轨执行任务的潜力做了充分的验证。顾名思义，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可以进行多次太空旅行。此次试验根据时间推算，是去年8月5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以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根据官方当时的说法，试验航天器将在轨运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国内的预定着陆场，期间将按计划开展可重复使用和在轨服务技术验证，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撑。关于中国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新闻信息极为有限。正所谓自少事大，仅100来字的通稿引发无限遐想。从首次试验至今，官方没有任何现场发射或者该型航天器的画面释出，非常神秘，被戏称为过于先进不便展示。但2次发射均由长征2号 F 火箭执行，也可以大致勾勒出相关的轮廓。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目前中国唯一一种载人运载火箭，具有2种状态，即发射天宫实验室的状态和发射载人飞船状态。它全长58.34米，起飞重量479.8吨，起飞推力约600吨，心结直径3.35米，捆绑4个直径2.25米的助推器。所以，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的体量应该与天宫实验室或者载人飞船接近。目前新闻给出的细节很少，但是据推测呢，应该类似于美国的 X-37B 这样的航天器。它的特征是外观上比较类似于当年的航天飞机，但是体型要小得多。采用的发射方式呢，是用运载火箭把它发射入轨，然后呢从轨道载入，以一个滑翔飞行器的姿态
重新进入大气层，并且在跑道上着陆。这个回收的方式也很类似于航天飞机，但是它的区别在于呢，现在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呢尺寸比较小，航天飞机是100吨量级的大家伙，而现在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呢可以被形容为一个缩比的航天飞机。它不仅发射方式不同，而且体量也很小，大致只有几吨。像 X-37B 呢是5吨的量级。从目前我们使用长2 F 火箭来发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进行实验来看呢，我们的航天器体量应该也在大小在这个上下。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相关技术的探索。当时，美国开展了 X 系列验证机的大量研究。上世纪70年代，苏联、美国均研制了以航天飞机为代表的重复使用航天器。特别是美国，从1981年至2011年，航天飞机共执行了135次飞行任务，但由于高昂的发射维护成本等原因，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美苏跟中国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应该说美苏是原始的这样的概念的发起人，至少是提出者。现在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呢，应该说是当年的概念的进一步的演化版或者升级版，而中国与此不一样，中国是在我们的运载火箭和载人飞船成熟之后呢，就借鉴已有的航天工程的经验，一步的走到了这样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阶段。可以说我们呢没有走过去的这样的弯路，直接瞄准的就是目前比较可行的、经济上和技术上都比较可承受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我们可能走的会更顺一些。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 X-37B 成为第一架既可以在地球卫星轨道飞行，又可以进入到大气层飞行的飞行器。在结束任务后，还可以自动返回地面。X-37B 长8.92米，翼展4.55米，高2.9米，最大起飞重量4990公斤。它集飞机、运载器、航天器等多功能于一身，由操作人员在地面进行监控，飞行在177至926千米高度的近地轨道上。它没有办法载人，但是有一个2.1米乘1.2米的内置货舱舱，载重大约2吨。在轨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具备轨道机动能力和载荷投送能力。换句话说呢，它可以在轨完成复杂的作业，比如说在轨捕获某些航天器，进行维修，实现对接，实现载荷的转移，比如说在空中为其他的航天器加入燃料，补充燃料和电力，这都是可行的。我们可以事实上拥有一个在轨活动的工匠，或者说作业平台，其他呢也包括在轨的对地观测，包括在轨道的一些科学实验，这都是这样的平台的巨大价值。重复使用飞行对于当代航天而言，已成为降低太空和地面运输成本的标志性技术。SpaceX 公司正是靠可重复使用火箭带来的低廉航天发射费用，在西方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一家独大。传统的航天器耗资通常高达数千万美元，但在执行一次任务后也就毫无用处。高成本这块巨石背后是太空经济广阔的想象空间，而降低成本的主要方式就是可以通过重复使用实现。2016年，中国发布的航天白皮书指出，未来中国将开展低成本运载火箭、新型上面级天地往返可重复使用运输系统等技术研究。1年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就称，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研制正处于攻关阶段，并预告将在3年后，也就是2020年完成首飞。而且将实现10天10次发射，单位有效载荷发射成本降低至现有一次性运载火箭的1/5的目标。届时将比肩美国，成为几乎与美国同时完成重复使用运载器自主研制的国家。在“14-5”规划中，空天科技出现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把航空航天科技定位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足以体现出国家对于航天科技的重视程度。中国的航天，特别是载人航天，在发展到现阶段，对于外部的技术支撑可以说已经几乎没有，特别是在关键技术上已经实现了这种零依赖。那么就说没有卡脖子的弱项或者短板，只有这样，你未来的发展才能够呈现出更多的自由空间。我想在哪个方向上去着力，就很快能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是很多目前在实施航天工程的中小国家所不具备的能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韩国的工作访问进入第2天，外界注意到岸田文雄对于两国历史问题仍没有直接提及谢罪反省。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当面向岸田表示，必须摆脱如果不清算历史就无法推进未来的合作这种思维。相关言论又引发本国舆论的批评和不满，指尹锡悦忘记历史就是卖国。尹锡悦为何不顾民意反对，执意与日本进行屈辱外交？韩日不计前嫌，和缓关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展望未来，一直起起伏伏的日韩关系，这一次又能平稳多久？来看看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号在首尔以闭门形式与韩国6大经济团体代表座谈，共同讨论两国经济安全。双方还对两国共同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问题的方案进行了讨论。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8号也表示，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关人士将于下月访韩，与韩方科技部门就政府间合作进行讨论。报道指，近10年来，日韩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几乎为零。以7号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为契机，两国重启科技合作协商渠道。此外，韩联社称，韩日两国将于下月初举行防长会谈，探讨首脑会谈的后续措施。若能够促成，这将是两国防长自2019年11月后的时隔3年半举行会谈。岸田文雄在7号抵达首尔，对韩国展开为期1天半的工作访问。这是韩日时隔12年重启首脑穿梭外交。岸田文雄在提到过去的日韩关系时说，他对于当前严峻环境下给很多人带来非常痛苦和悲伤的记忆感到痛心。韩国政府此前公布强征劳工解决方案时，韩国国内就有意见指出，岸田没有直接提起谢罪反省，这与韩国强调的有诚意的回应有一定距离。韩联社报道指，此次访问韩国，岸田在对有关历史问题的回答中，只是表达了其个人意见。分析指，这或许是因为岸田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所领导的派系势力较弱，必须考量反对道歉的保守派的意见，但显然不能安抚希望明确道歉的受害者和韩国国内的反对舆论。而尹锡悦在7号的会谈后被问及政府解决强征劳工索赔问题的方针是否会发生变化，尹锡悦表示不会改变，并称这是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唯一解法。尹锡悦还表示，韩日两国必须摆脱如果不清算历史就无法推进未来的合作这种思维。有关言论很快在韩国受到舆论的强烈抨击，批评尹锡悦胡言乱语。韩国进步派媒体《韩民族日报》指责尹锡悦政府失去的是历史与和平，得到的却是老旧的理念。岸田与尹锡悦会面时，场外韩国多个市民团体举行集会抗议，民众手举写有“日本必须为不法殖民统治谢罪”、“中断对日屈辱外交”等内容的标语，谴责韩日首脑会谈，并要求日本撤回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决定，敦促韩国政府中断韩美日军事同盟。尹锡悦政府一味掩盖困扰双方几十年的历史和领土问题，改善与日本关系只是受到尹锡悦政府核心小圈子推动，不能获得民众认同。韩国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就猛烈批评尹锡悦对历史的遗留问题视而不见，完全无视国家历史，是进行屈辱外交。分析认为，任期只有1届的尹锡悦当前的媚日求美的外交政策，国内缺乏基本共识，未来显然难以贯彻。而韩日在美国施压下，所谓改善关系，并不会走得太长远。就是韩日之间的改善，它不是本质上的两国关系的这个历史的最终的和解，而是在一系列的这个现实性的驱动背景下，韩国方面做出来的这个单方面的让步，以及日本在涉及日韩关系的一些小部分的一些问题领域做出来的一点点这个妥协。所以从整体上看呢，随着这个韩国国内舆论的这个发酵和对尹锡悦政权的这个反抗，从这个持续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韩国对日或者说对美的政策该怎么走啊？我想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韩国国内政局的影响。华盛顿宣言是尹锡悦早前访美成果的文件之一。宣言称，美将通过扩大美韩核危机磋商，新增美韩军事训练和模拟演习，成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美国拟向半岛附近海域机动部署战略核潜艇，对韩提供延伸威慑等。尹锡悦表示，华盛顿宣言尚未完全成型，需要在共同策划、共同落实的过程中充实完善其内容。
只要相关进程步入轨道，日方也在对美关系方面做好准备，可以随时同日方就此展开合作。实际上，日韩之间在这次讨论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没有达成实质性的这个成果。尹锡悦的这个表态呢，其实是在夸大这次日韩之间在安全领域上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尹锡悦方面把日本拉进来，那么整体上还是要说，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的这个美日韩三边的这个同盟关系的雏形，是不是可以借着美韩之间的这个华盛顿宣言，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啊？可能有这样一个潜台词在里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号再次就华盛顿宣言表明中方立场。其他方可能参与华盛顿宣言开展合作的动向，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核不扩散体系，损害他国战略利益。希望有关国家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值得一提的是，在岸田出发前夕，日媒6号主动提起中日韩三边关系，称岸田将在与尹锡悦会谈时重申早日重启中日韩3国对话的重要性。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12月以来一直中断，如今随着日韩和解，日本外相访华，3国年内举行会谈前景如何引发关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中日韩理应共同努力维护政治基础，才能使三边关系健康发展。中日韩互为近邻，理应共同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致力于三方合作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尹锡悦在会见岸田文雄时表示，韩日两国必须摆脱如果不清算历史就无法推进未来的合作的认识，您是如何看？我认为这个说法意味着，为了所谓韩日关系的未来，尹锡悦已经准备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彻底采取和稀泥的态度。日本70多年来面临的历史包袱问题，有可能因此而被减轻。我们知道，在二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为了扶持日本跟中苏朝打冷战，彻底放弃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追责。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也因为得到了日本的经济援助，而在历史问题上放弃了对日本的追责。在整个亚太地区，真正紧咬历史问题不放，要求日本反省与道歉的国家只有2个，那就是中国与韩国。而且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形成的2打1局面，也是中国阻止美日韩军事结盟的重要抓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尹锡悦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不仅破坏了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口径与步调一致的统一战线，而且使得日本在所谓的迈向国家正常化方面摆脱了一个重要的包袱。尹锡悦在会见岸田文雄之后还表示，不排斥日方未来加入美韩华盛顿宣言的可能性。您对此是如何看？我曾经说过，过去几十年以来，尤其是自从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将美日与美韩2个单边的军事同盟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3边军事同盟，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个亚太版的北约。那么，随着2021年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拜登以共同发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的方式重塑了美日同盟，以及随着日前尹锡悦与拜登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将美韩同盟关系的战略目标从应对朝鲜扩展到了应对中俄朝，还有3月份尹锡悦访日重启了韩日情报交流协定，美日、美韩、韩日3对双边关系都因此而发生了化学反应。那么接下来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对3对升级了的双边关系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3边关系，也就是要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了。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表示不排除日本未来加入美韩华盛顿宣言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路径已经是呼之欲出，即以美韩华盛顿宣言为基础，把日本拉进宣言中，共同发表一个美日韩华盛顿宣言，作为3方结成军事同盟的纲领性政治文件。而且这样做
等于是以美韩关系为主导，日本为辅，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尹锡悦在国内面对的反对声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日韩3国领导人将会为之展开协商。因此不排除接下来美日韩3国构建军事同盟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将韩日情报交流协定进一步扩展为美日韩军事情报交流协定，以及美日韩3国共同举办外长加防长2+2会议，都将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